好，立法院蓝白通过提案要弹劾赖清德总统过半就可以提案了。但是真的要立法院通过要2/3，所以赖清德在元旦文告不讲，你们不浪费时间，你们怎么会有2/3呢？我民进党会附和你们，不会嘛？就浪费时间啊。但是呢，蓝白可能要的是一个程序了，比如说今天就办公听会，然后接着还希望赖清德立法院来报告赖清德来不来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办公听会，蓝白各自都派出代表出席发言那前监委呢，张桂梅说赖政府用司法解决政治上少数的事实，大法官嘛那绿营也有代表黄帝颖他说呢，反呛蓝白的弹劾理由都是政治口水，反正都是政治蓝说白，蓝白说民进党是政治，民进党说蓝白是政治。那总预算，赖清德说不要弹劾我，你们通过总预算吧。罗志祥就说总预算卡关，责任在你啊，对不对？你不立法院通过了给这个什么军人加薪的，你不编呢？所以呢，他们现在想要处理紧急的民生的预算譬如说 T-Pass 啦这些跟民生有关的啦那另外呢，这个公听会里面火爆，干嘛火爆呢？就是学者跟民进党的委员这个吵架火爆民众党请到东海大学的退休法学教授林腾尧，然后呢，他就说赖政府欺压台湾人民然后浪费纳税人的钱。那民进党立委呢，庄瑞雄就不满反呛，就韩国瑜就喝个咖啡，冷静一下，喝个咖啡，冷静一下，不要吵那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公听会上呢，国民党党团就批评说赖清德跟尹锡悦的行为如出一辙这个什么赖总统此上首例，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立法院的法律等等然后呢，军人加薪也不编等等所以呢，这跟尹锡悦当时呢一样不理国会那另外呢，民众党委员说呢，尹锡悦被求死刑，告诫赖清德这个刘淑彬说呢，赖清德小心，你的行为呢也差不多了现在这个法那个法都越来越加紧言论的控制国安无法等等，动不动要把他抓起来赖清德说，你们干嘛弹劾我？我又不贪也不取，为什么要弹劾我呢？我没有什么值得你们弹劾的那这个林腾尧就跟庄瑞雄吵架了，就列了10大恶行，说赖清德是无知无耻无赖这个背叛人民，不依宪法公布法律然后呢，这个宜申请释宪及暂时处分在正式公文上，操弄大罢免，反正10大这个他认为10大恶行了张桂梅前监察委员说，赖清德应该知道你是双少数你立法也是少数，你只有40%当选，你是少数，双少数你还想把政治问题司法化？你双少数就应该跟在野党来协调大家来坐下来谈你都不谈，自己一意孤行，还希望把政治问题司法化。钟嘉宾说，你们弹劾这个公听会是3大谬误。第一个呢，弹劾不等于罢免，要76席，你席次不足一厢情愿。第二个呢，这个弹劾于法无据。第三个呢，你们自相矛盾，一方面说宪法法庭5个人开会不合宪不合程序法，一方面呢又要弹劾案，还要叫宪法法庭去受理，因为立法院弹劾3分通过以后要送宪法法庭，又说宪法法庭不对，又要送给宪法法庭，不是矛盾吗？我们看一下。这是不像一个总统的作为这是很丢脸的。这个总统是让人家感到很羞耻的一个总统。立法院弹劾总统公听会第一天，蓝白学者代表炮火全开，更列下总统的10大恶行。只是面对弹劾审查，总统府表示希望在野立委能先审查总预算跟处理国防预算。这是宪政史上的首例，在野党所提出的弹劾案，它的理由完全依法无据，他们实质的目的要求总统再度赴立法院，完全就是倒果为因了。立法院通过的预算，他不编了非法的预算过来，罪魁祸首不就是今天弹劾公听会所要弹劾的主角赖清德总统吧。而下周21、22号审查会再也预计将邀总统来说明。那根据总统府态度，看来赴立院几率很低，弹劾案要成几率也不大。那蓝白的下一步看准的就是全台公听会，会在全台湾各地那也来办我们的这个说明会，让更多人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弹劾赖清德总统，还有行政院所说的很多的谣言，那让更多的民众
民间的人士，让他们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大家看起来是13天，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程序委员会只剩2次，但是程序委员会送进来之后，还要送到委员会来讨论跟审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礼拜的礼拜3、礼拜4，跟下个礼拜3的礼拜3、礼拜4的委员会都不见了。所以我想在野党真的就是打算决心抵死不从，把主战场拉到全台，好也要让总预算跟立院议题全民有感。抵死不从。来，这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朝野之间，这个行政院长要负非常大的责任，因为当初找卓荣泰，大家就觉得以大师兄之姿最能够调和顶难，很多的状况不用像火车对撞，彼此都没有台阶下。在野党，你看他现在就是坚持我们立法委员所通过合法3读通过的法令，你就必须要执行，你就必须要来做过这个附属。结果呢，行政院他就告诉你，这个违反我们的以财划法来说，他就是违反我们的这个法令，所以他就完全执行不附属，总统也不公布这个东西来说，你就整个就乱了套了。但我们所提出来的东西，当然我们自己觉得3读通过，你有什么好不遵从的？然后呢，对方总统就告诉你，因为你提的这个东西完全违反我们的法令，我们当然可以不要做这个附属。所以彼此之间无解嘛。我们就是即使下乡去，我必须要说，我们即使下乡去，告诉所有的人民如何。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还是一头雾水。但是呢，我觉得整个的源头还是来自于那一场的大罢免。大罢免也是于法无据啊，可是你却可以花1整年的时间，你也可以不用管预算，不用什么，你就是实行大罢免。所有的在野党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已经觉得你已经是无法无天了。所以今天在当我们3读通过，而且合法通过的3读，每一样都是跟民生有关系的时候，你却告诉我们说你完全不执行，你不执行。那我们所通过这些的钱，你不把它编入在未来的预算，请问你这个总预算的这个里面的数额，要因为3读通过之后会变得有一些调整，你不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呢，到最后我讲退1万步想，即使我们审的总预算，如果我们删的、我们动的不符合你的需求，你是不是又开始我们要去表决的时候，然后表决又是我们通过的时候，你是不是又不附属、又不执行？所以每次都卡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只能说，这些时间我们只能透过不断的一个方法，就像大罢免的时候，大家不断的透过，既然已经是要执行的，虽然觉得不合理，但你就是迎头直球对决，告诉大家就。结果证明我们台湾人民是有智慧。那你现在呢？你还是用这个方法弹劾我们，当然也知道，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态度的呈现，告诉大家我们在院会里面我们不审总预算，我们背后的理由是什么？那这背后的理由里面就刚好把这一次行政院还有包括总统我们所认为他完全违法反例部分也再一次的说清楚。但是我个人身为一个立法委员，我是真的觉得行政院大家应该坐下来跟在野党的主席坐下来，他是有台阶可以下的，不要跟在那个地方，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了。南京，其实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哈。我觉得就是只能够诉诸于民意了哈，就是直接的，不仅是在这个立法院，到各个地方呢去开这个公听会，让大家知道，就是赖清德呢到底他被弹劾的理由，以及他违宪乱政的地方呢，真的是罄竹难书哈。而且赖清德的本人的态度呢是非常非常傲慢的哈。他面对他成为史上呢第一个弹劾案，好，弹劾案其实要过关当然是很难哈，但是成案。其实对于总统来讲，就是狠狠的甩了他一个耳光。他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呢，他丝毫没有反省检讨的意思，他反而呢，在这个致辞讲话的时候呢，在元旦讲话之后的那个记者会，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转过头来是骂在野党，他根本就不会过，这边浪费时间哈。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不知道反省检讨，在经历了大罢免这个失败，其实国人呢，民众已经用选票告诉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完全不得民心。一个当家的总统，每一天早上醒来呢，都在想是如何要斗争在野党，都没有在想说要怎么样施政，做一些福国利民的事情。民众用选票给了民进党的这么大的一个教训，民进党依然这样子执迷不悟，所以现在真的是只有直球对决了啊！今天林腾耀教授哈在立法院列举的民进党的10大恶行，每个讲的都非常的有道理，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立法院今天这个开公听会了啊，来讨论你要不要这个为什么蓝白要弹劾赖清德，然后绿营讲为什么不要哈。那东海大学前这个法律系退学的时候，林腾尧列了赖清德10大恶行啊，刚刚讲了5个，那第6个呢是国政选举化啊，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提名不适合的大法官，然后呢这个另外呢放任宪法法庭人数不够去开会，然后呢陈局1年都还不让他辞职啊，然后呢民生全面的这个施政都不管，却常下乡，这是要下乡去开讲哈，所以他列出10个说无知无耻无赖哈。那到底当然蓝白这样讲，民进党一定是反击嘛啊，来辩护嘛，来位置怎么看？这个当然现在国民党的这个立院党团啦，他就把这个警消的退休条例，还有这个军人待遇这个条例，就是要求说你要我们审总预算可以。这个要符合我们这个目前审过条例，要先编组哈。那当然，刚才志恩委员他有讲到我们的症结点啊。我们民党就认为说，你不能用法律案来包装预算案嘛。好，那我先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军公教。那以民进党，我们从2016年到现在，我们加薪了4次。然后特别是在赖清德总统他去年度的时候，他就针对这个国军的志愿役，勤务加级、战斗部队加级，每年最多有增加12000元。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还可以再讨论，就是说我们这么做这么多，如果国民党认为觉得不足，真的是可以再讨论。那可是我们就认为说，你不能说现在强过的一个法律案，在我们已经送出预算书的同时。你要求说要全部要照你们的方向去走，这个在其实我们新北市会就遇到同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个伟杰哥我们最近在审预算，大家也都很有感。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求我们的这个老人福利要增加，要大幅增加。那新北市政府就是坦白告诉我们说做不到，这个明年度的预算做不到。那未来呢？2026年预算做不到，2027年、2028年呢？新北市政府依旧没有松口，而且这件事情是在这个蓝、绿还有白，大家都有共识的情况之下，5党籍的议员，大家全部都联署，我们也都期待，都说那是不是行政部门可以照我们的要求？但是没有办法。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依照这个预算的相关法律，我们尊重这个行政部门提出来的。我们就只希望说，那你未来你提出可行性的方案报告，我们就不会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立法权就一定要强过行政权啊。好，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总预算案大家可以讨论，赶快复位讨论。那刚才世轩有提到这个国防预算，我觉得说得很好，秘密会议早就可以开，本来就可以开。蓝白在立法院战斗早就可以开，那为什么这次会开？王定宇直接就讲说，其实是这个辜立雄去拜托他，他说因为国防预算到现在还没有复委，没有办法讨论，他说他愿意去进行秘密会议进行报告。那王定宇委员他有讲到一件事情，说这个黄国昌委员看到这个军购案里面，他有讲到一件事情，说不是里面不只有对美的直接采购，这当然啊。军购案里面，我们对美采购的时候有没有人员要增加？有没有其他的维持费用要增加？这或许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它是直接对美采购，可是这都因应我们要新增购武器、新增购设备设施等等相对应的预算。我再一次强调，不一定要照单全收，但复委讨论总可以吧？我们对于国防预算、对于总预算都是这样子的态度。蓝世轩。刚刚魏时说，不是，王定宇的说法是说，顾立雄拜托他是召委，他可以排案嘛？你说过去为什么不排？那问王定宇。那你说是顾立雄拜托他，那为什么顾立雄过去不拜托？我们希望赶快复委审查，那他为什么不早点拜托王定宇排案？一直都有排啊。如果说今天都排了，如果说今天已经开了这样子的一个专案报告秘密会议，所有在野党的立委都已经充分了解到这1兆2500亿里面要做什么。对于台湾的核心利益是有帮助的，我们需要的。那今天在野党这样子是不合理。
可是问题是前面民进党都没有干这些事情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访美的时候跟他们在华府表达说，针对这样子的审议程序，台湾人民是有很大的质疑的。1兆2500亿，7个条文，然后你说要审查啊，你不审查，你们这个不想要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陈昭之推代理孕母9条被你们扣一个帽叫陈9条，我现在可不可以讲说你叫赖7条？7个条文你要1兆2500亿。赖7条可以这样吗？我们不会这样做嘛。很多事情就是合理讨论。所以今天赖清德被在野党提出弹劾，不是为了斗争，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宪法秩序。今天这个立法权、审议预算天经地义，这是我们的职权。可是民进党现在在做的是什么？这叫肉统立法，他把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所以今天在野党，我刚才看到这个新闻，不管是民众党或国民党，罗志强委员出来讲说民生优先，这就是一个解套的方法。我们在挡的不是民生，是黑箱。如果说今天预算里面的内容，在野党的委员都完全没有办法搞清楚，然后你说啊你不过不行，你们这样子毁宪乱政，所以怎么样，然后发动大罢免，今天被弹劾刚刚好而已。就算弹劾最后没有过，这个程序我认为是重要的。很多的事情不是只有结果而已，这个过程我们要让全台湾老百姓2300万人知道说，为什么赖清德总统成为第一任被弹劾的总统。就算没有弹劾成功，他被弹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讲说，他可以傲慢到呛在野党说，又不会过，你们这边浪费时间，你匿名投票看会不会过？南部这些立法委员，我看搞不好绿的就投你弹劾。当然，这个不是实务上面可以执行的。我要表达的只是说，在过程当中，这个为什么被弹劾是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个公听会，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也让所有老百姓知道，到底为什么在国会跟在行政权，在过去在立法院会有这么大的冲突，症结点到底在哪里？要怎么样来解套？刚刚提到记名不记名，像我的官司哈，我突然想起来了，检察官说要法官对我从重量刑，因为亮了票嘛。你们选立法院怎么不都亮票嘛？你们在议会选议长也都亮票嘛？都可以都要亮票，非要亮票不可。这不很奇怪吗？这个很矛盾吧？来，这个维坚。对，我还是先回应像刚刚魏时议员提到说，这一次我们新北市议会在讨论这个敬老爱心卡这个预算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不能拿来跟警消这些退休条例来做一个比拟，因为一个社会福利的概念跟它的一个退休金的东西是第一个，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大家都可以好好来做一个讨论，但是呢，我说真的，立法院合法3读通过一定的程序通过的法案，你本来就是应该要附属加公布嘛。那你总统不愿意附属加公布，我说真的，今天行政跟立法的僵局是怎么来的？当家的本来就要负起责任来嘛，要不然你干嘛叫你当家？那在野党来当家就好啦。所以说今天你今天执政党你要当家，你就必须要负起这个沟通协调的一个工作跟责任。那在野党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你应该出面去沟通跟协调。刚刚柯志恩委员讲，你卓荣泰院长本来大家期待你是大师兄，你可以这个调和顶戴的功力很好，结果没有，搞了2年，大家还是一头雾水。然后呢，每天乌烟瘴气的立法院，每天除了假动还是假动。说真的，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立法效率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更何况回到民众的身上，大家要看到不是你每天这个行政立法的一个僵局，总统的高度，他如果都可以找大家来喝咖啡，这时候为什么不请大家来好好沟通协调呢？这时候你又反而协助行政院来骂立法院，说你们应该好好审查预算。说真的，今天为什么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因为他很多的事情都出乎宪法的一个规范，毁宪乱的是赖总统，而不是在野党的立委。我们按照规定合法如实的来监督跟审查，被你说成这个你不好好监督预算，然后你在挡这个预算。说真的，我总结一句我觉得赖清德总统他当上总统之后，他用台南模式在治理整个中华民国。他可以不进议会，所以他可以不附属这个法案，他可以不公布法案。我说的，这是我们全民要的这个总统吗？大家回到理性面来讨论，该通过的法案通过，该买的国防预算，我们花这样应该要的钱。但是重点是要公开透明，双方有互信，而不是每次在大罢免或者每次结束说好我们会谦卑会检讨，但是面对在野党从来没有手软过。说真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党谁会跟他好好沟通？那难怪刚刚这个长官委这个前监委讲的，你是双少数的一个总统跟政府，你反而还要实行更压霸的措施。说真的，在野党如何对我们的民众交代？说真的，弹劾我们也知道结果不会过，但它是一个态度，告诉他多数的民众是对赖清德总统是提不信任的。记不见到之后还有人说要罢免总统，是因为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现在还没办法修，没办法罢免总统，要不然说不定也会大家也会开始发起大罢免总统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总统他应该要痛定思痛，他已经做了2年了，这2年的台湾乌烟瘴气，那未来还有2年，他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还是执政党应该好好去思考，或是应该去反省的地方，而不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蓝白，推给在野党。而且赖清德呢，我觉得他非常的严重哈，就是在这个大法官呢，5名大法官做出了违宪的这个决议哈，然后让自己复活了以后，他显然现在已经没有意愿还没有兴趣要再提名大法官了哈，所以整个的国家的机制哈，他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行政权独大，然后司法权呢完全在他手上掌控的这样子的一个执政结构，他完全根本就是漠视立法院的角色啊，然后也漠视呢自己民进党在立法院呢是少数的事实。有关于总预算的问题，国民党方面呢并不是没有提出过解套的方法，像在之前的时候，当这个总预算一送到这个立法院，发现有关于这个军公教的这个加薪的案没有排在里面啊，这些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行政院可以提出这个追加案嘛，哈，这个预算的追加案，大家都可以来商量，但是行政院不肯就是不肯哈。如果说一个立法院它所有通过的这个预算呢，都要照着行政院的版本，然后呢，立法院呢，它没有办法自主的呢，针对民众的权益通过他们想要的法案的话，那我们要选举干什么？我们要有在野党干什么？我们干脆就一切呢，就依照民进党呢口诛笔伐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搞政协会议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就搞这个政协会议就好了，我们就搞这个人大会议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这些党派，所有的党派呢都是这个花瓶政党，这样子就是遂了民进党的心意。他们想要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民主呢？不，基本上当然我在看这个案子，就是它是一个程序啦。蓝白可能认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了。当然，他要看过程嘛，哈。那过程就是赖清德要不要到立法院来接受询答嘛，要不要来说明嘛，这是一个重点嘛。那至于说是不是浪费时间哈，我常常觉得赖清德，我常常好奇赖清德的学历也不差哈，要点逻辑感嘛。你今天说立法院因为不会通过这个弹劾，所以浪费时间，那你每次搞复议，你立法院会通过吗？你哪一次你这个行政长搞了8次9次复议，没有一次通过啊！你不是照搞复议，你明明知道立法院复议你是不会过的啊，你还是要送来复议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它很多时候是一个程序，走一个过程的问题。有的时候结果很重要，有的时候过程跟结果都重要，有的时候是虽然结果不达不到我的目的，过程蛮重要。现在蓝白就是走这个过程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看嘛。公听会到底谁讲的道理？到立法院这个真的这个要你来的时候，你来还是不来？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来？不来怎么不来？然后讲的道理怎么样？其实真正重要就是赖清德这个个性，真的我全世界没看到一个政治领袖是这样。你其实不够，只有谈嘛。你其实够不谈，有这种事情吗？没有这种事情嘛。你看欧洲这些国家，对不对？联合内阁等等，他其实不还只有谈呐，那不谈怎么办呢？对不对？你不谈，你就立法院就是表决不过，国会表决不过，政治就是这么现实，就是数人头嘛。那你数人头，你数不过，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常常讲，在欧洲的国家，立委就国会议员选完了，结果就已经出来了，过半就是组阁，不过半就不能组阁，要不然就要联合内阁，就是非要这样不可。那你就不信这个邪？那奇怪了，那你说立法院我民进党40几%我不服气，那你总统不是40%当选的吗？那蓝白也可以不服气啊，不承认这个总统吗？有吗？蓝白还是承认是总统啊？那你说不承认蓝白的立法院多呢？这个个性，这个真的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我相信民进党里面很多人也觉得这是很奇怪，不能谈一谈吗？谈一谈就可以了，谈都不谈，真奇怪。休息一下再回来。高雄市民进党一天就出来了，为什么没有做手机？只有这个家里的电话，只有室内电话。因为手机做起来很麻烦，手机如果没有做个5、6天做不出来的，那他们希望快，结果赶快出来。但是室内电话通常在家接电话的年纪比较大的，好不容易接到几个年轻人，就要加钱乘很多倍，所以这少数人意见就占得非常多哈。那这是民调的一些技术了哈。那昨天我一看这个民调，你看我还不错，对不对？就看出猫腻来了。中央党部怎么下来做民调呢？你赖清德是支持赖瑞荣的，我对赖瑞荣印象并不坏，因为赖瑞荣在上过我们节目好几次，我觉得他蛮理性的。但是这跟人无关，你这个制度嘛，
当你党主席已经跳下来，高雄支持赖瑞隆，台南支持陈亭妃，然后呢，支持林俊宪，对不对？不支持陈亭妃，然后这边呢又放个中央党部，这很奇怪。你有那么多民调公司可以做啊，为什么要中央党部下来做？中央党部怎么做的呢？抽样怎么抽的呢？不知道。哦，好，那结果呢？按照山水跟点通，山水的民调，哦，这个邱意莹是0赖瑞隆的，0呢将近0赢将近1个百分点，0.9多。然后点通的民调呢是这个赖瑞隆是赢邱意莹的，那赢的呢这个稍微少一点。哦，所以换句话，如果这2个看起来呢，邱意莹是赢赖瑞隆的一点点，但是呢，当中央党部赢了这个将近2个百分点加进来以后呢，就变成赖瑞隆赢了。哦，那当然了，愿赌服输了哦，就是当时他们4个人一定都同意嘛，那同意就没话讲了嘛，你们这都同意啊，而且现在如果说反悔也不好看嘛，哦，但是很奇怪，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台南中央党部还下不下来做，哦，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你中央党部照理讲应该避个嫌嘛，再怎么样避个嫌，不要自己下来做哦。所以我昨天一看，因为民调我们做那么多，一看，先看谁做嘛，然后再看怎么做嘛，抽样到底怎么抽的，误差怎么样，电话怎么打哦。第一个不用行动，只用室内电话就很怪，连 TBS 做民调都一半室内，一半行动电话。当然行动电话做起来很贵，时间这个会花比较久哦。那另外呢，邱意莹算了，好了，比赛结束了。算了啦，虽然现在有阴谋论出来说，咦，中央党部怎么下来了？不过呢，当事人就不追究了啊，算了啊。那另外呢，民进党说你们讲什么中央党部民调阴谋论，4个候选人都没有质疑啊，4个候选人没质疑啊，哦，所以候选人不讲话，你们讲什么话？好，那么因为赖瑞隆出现，赖瑞隆是新潮流，所以柯志恩说，我不是跟赖瑞隆对啊，我是跟新潮流对啊。我们看一下。谢谢大家，高雄加油！好，谢谢。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确定由赖瑞隆胜出。我也第一时间跟其他3位我的好同志们通过电话，哦，那也谢谢他们。给我的鼓励跟支持了哈。脸上笑意藏不住，民调结果，赖瑞隆以0.61%的差距赢过第2名的邱意莹，第3为许志杰，林岱樺则垫底。我觉得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这个结果不尽人意，我也必须很谦卑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初选结果。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将会团结一致，守住高雄。只要制度公平正当，就没有脱党分裂的选项。我愿意承担，也愿意支持党的提名人。林岱樺的表态肯定让赖瑞隆放下心中大石。2026高雄市长这一战也确定由赖瑞隆对战国民党的柯志恩。我对高雄的市政非常的娴熟，我想这是我跟柯志恩最大的不同点。我一直跟高雄在一起，未来就是柯志恩跟赖瑞隆的一个决战，甚至你可以说是柯志恩跟新潮流整个的一个决战，资源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未来高雄市长会是一个以小博大。逆转的一个方式。说好的逆转也包括民调吗？只是这一次民进党公布的初选结果，从林岱樺到赖瑞隆，柯志恩皆输25%到30%。不过 TVBS 上月底公布的民调，柯志恩仅小输赖瑞隆2个百分点，还赢另外3人。民进党的民调样本没排蓝，不过其家务事，国民党冷眼旁观。让大家比较好奇志恩这边因为这边做的民调，柯志恩都很低，就20几%。什么19%、20几%，但是 TVB 做的都很高啊，你怎么看？你去看那个什么彰化的时候，他们拿谢依凤在这个彰化选立委的时候，其实他的民调都是4成8、5成以上。就他这次不管跟黄秀芳或是陈素月选，也都是20几%，柯志恩也是20几%。我跟你说，明天谢伦燕出来，他也是20几%，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因为是民进党的民调，我当然是有很多人他们都在等着电话，基本上都是民进党号召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在等电话。那我们国民党根本从头也没有在宣传，所以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还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这几个都是比较是绿营常用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样本的这样子的一个 database 上面，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绿营的比率还是占比较大的一个多数啊。不过你刚刚说为什么中央党部，我想可能为此等一下可以做个解释，我是不需要帮他们解释的。就来
说的话，应该他们是当初就有条列8个到10个左右嘛，然后最后好像是抽取3个钟来做这个问卷嘛。那中央党部刚好也是被抽到，所以说在这个所谓的嘉义有没有中央党部，应该没有，因为看抽选来决定是哪3家民调公司来决定，嘉义也还是有嘛，哈，所以这个的确也是大家从看到一个猫腻，而且我们蓝营的支持者每次都问我说，这4个当中我是不是选3名对你较好啦？我讲你得讲柯震因无，你得讲可能选迄个好，可能较好，因为迄个好看红饼较不像你好哈，伊也出来好对我较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把它摆在旁边。我觉得1对1来就，那赖瑞隆说他跟柯震最大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有市政经验。我还是要提醒赖委员啊，你的市政经验是在我们陈局市长的时候，那是整个高雄举债最多的一个时段，好不好？撒钱做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以致到现在陈其迈都还要来做一个还债，他只是做到不举债，但是我们高雄的负债就是在那个你当这个所谓的市政幕僚的时候呢，其实是比率是最高的那个部分。我们到目前为止在6度当中，高雄市民每个人所承载的背负的一个压力的，还是6度最高的。所以说，我觉得有没有市政经验那是一回事。如果市政经验，徐世杰当过凤山市长，最大的一个行政区的市长，什么都包含在内，他更有市政经验，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恭喜。但是呢，未来我还是要强调，台中从何新纯开始，彰化也是新潮流，然后呢，屏东就已经是新潮流，高雄今天有一个新潮流，这个台南明天就会知道，如果再是一个新潮流的话，那我只能说新潮流真的就是民进党最大的一条线。那这新潮流的宗主是谁？当然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德意志的贯彻，我想大家都看在眼里。杨乃金。这民进党中央真的也是用心良苦了哈，就做那个民调那个数据哈，要微幅的领先啊，又不能领先太多，还要把在野党做得很低，都是20几。对，所以我就说真是用心良苦啊。我们现在还蛮期待的，就是要等着看。台南这一局啊，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有点尴尬了哈，因为之前的时候呢，高雄的部分呢还互有领先，好，就邱意莹啊、赖瑞隆呢还互有领先，但是在台南这个部分呢，比较明显的就是陈亭妃领先嘛哈，直到最近的时候呢，林俊宪好像才慢慢的这个有起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要怎么样来做这个民调数字啊，就要看这个民进党中央要能够使出什么样的招哈。如果说民进党中央呢，在民调的过程里面呢，完全就是依照这个民调的专业，然后真的提名陈亭妃。陈亭妃的民调也胜出，然后真的提名这个陈亭妃的话，我觉得会对于基层来讲呢是耳目一新啦，而且也会大大的这个振奋这个士气。假设如果说结果呢还是林俊宪的话呢，那这一场的9合1的大选不就是赖系的大集结吗？我觉得就其他的派系来讲，能够吞得下这口气吗？民进党真的能够期待像过去一样，初选结束之后呢，不管初选厮杀的多厉害，就是团结的开始吗？我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了。好吧，这是今天嘉义已经出来了嘛？哈，蔡宇原来大家就想是蔡宇应该会出现了，因为他立委啊知名度比较高。那台南是今天做吗？今天晚上做，明天就出来了。对。因为这次比较激烈就是高雄跟台南了。对，因为高雄、台南，民进党他们在这边因为绿这个基本的这个支持的比较多嘛，所以他们竞争也特别厉害。那到底今天晚上做台南到底是林俊宪会出头，还陈亭妃出头啊？非常的关键啊！而且大家都在看，休息再回来。好，民进党嘉义县初选今天完成了哈。那蔡宜胜本来就蔡宜，他知名度各方面比较高了，还有他父亲他在那边经营很久了哈。黄荣立其实一般这个全国知名度并不高，在嘉义我不知道怎么样。台南市反正高雄市已经出来了嘛，赖瑞隆小赢邱意莹，本来其实林代化民调是最高的，对，但是因为官司啊司法，所以他不是讲吗？政治干预司法，司法干预初选啊，果然证明就是这样子啊。那徐志杰其实我也觉得不错，当我们来宾啊，台大机系毕业也蛮理性啊，很有逻辑感啊，但是没办法哈，还是赖瑞隆胜出。好，那现在就看台南市了。台南市呢，原来陈亭妃是赢林俊宪很多的，但是林俊宪现在的一方面赖清德加持，一方面他很努力在拼命动员，所以现在已经接近了。那今天结果怎么样？明天就揭晓了。好，我们看一下。
终于卸下心中一块大石，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结果14号出炉，对比市民调用国民党现任立委王玉敏为假想敌，立委蔡瑜拿下64.81%，新议员黄荣丽仅有38.19%，等于蔡瑜碾压超过26%。提名作业会经由下礼拜的选对会来经过中执会后提名通过。这场初选也被视为英系的胜利。黄荣丽虽然被部分称为亲赖系，但其实并非如此，会被联想因为2019年英赖初选赖车队行经嘉义，黄荣丽出面迎接，但黄荣丽背后的黄家班政治势力，过去以多边押宝闻名，包括2024年大选力挺侯友宜。黄荣丽这次地方发送文宣品，拿赖清德来背书，声称曾挺过自己，让党中央不得不发新闻稿驳斥，还提醒应该遵守初选规定。这场初选实际上真的是黄家班挑战陈明文体系。这个明文规定就是陈明文有过度被放大，黄议员事实上可以放下对陈明文委员的一些偏见。随着绿营在高雄和嘉义县初选结束，所有目光紧盯台南，有福龙王之称的立委王世坚再度南下，周二一早陪陈亭妃车扫。面对大军压境，派系围攻，我相信在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台南乡亲会给陈亭妃一个公道。对手林俊宪则24小时内第2度找来赖瑞隆，似乎要沾沾这新出炉参选人的喜气。这只黄色小鸭，希望给林俊宪最大的鼓励。然后我也特别在上面写了2026南高连线了哈。14号晚间，民进党将在台南进行电话民调，这非卸压轴之争最快周4早上就会揭晓。好，那么台南这个竞争也很激烈哈，来魏子怎么看？我现在想要讲一下这个赵大哥上一趴在讲这个民调技巧的部分。其实讲这个手机要不要纳入民调参考，其实这一题很久之前在民进党里面就讨论过，也不止民进党啦，就是手机普及之后，其实在这个学界跟实务界都有讨论过手机要不要纳入民调。但我们确实这个其实也超出我的理解跟我的想象。他说，其实我们后来做几次纳入手机的，发现都跟实质的情况出现蛮大的落差，所以这在讨论之后，跟做过这个研究跟实务的这个经验之后，我们还是回归就是用一般的室内电话好。那刚才有讲到中央党部。这本来都是游戏规则，好，这游戏规则历年来都是这样，就中央党部有一份民调，那当然就是用抽的，那是有抽到这个，其实你说中央党部也一样，就是委外做啦，好，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行之有年，好，这已经都非常久游戏规则。那我们来看都说，我觉得在高雄这一站其实不管是这个邱意莹啊、赖瑞荣、好许志杰、好林岱樺，其实在结果一公布，大家都展现非常高的这个民主的素养。好，那其实大家之前也认为邱意莹呼声很高，他在第一时间其实也都出面来肯定这个赖瑞荣，也接受这样子的民调结果。好，那甚至在今天民调一公布出来之后，他有就进行这个谢票的动作。那我想这个赖瑞荣他对于市政的熟悉度，我觉得这不在话下啦。好，我觉得我讲一个方向给这个资深委员参考，就是说，刚才资深委员是说。过去这个高雄这个花大钱，好，那可是我要说，在长期的台湾这样的结构之下，确实高雄相较于台北，真的在市政上面用的这个市政预算，相较来少太多。所以你说那一方在那个时间点，高雄希望可以在这个脱胎换骨。这个打破过去大家认为高雄就只有黑烟囱的工业，变成现在大家对于高雄的印象是说，哇，民进党所有的韩团韩流都来高雄开演唱会。中央已经执政几年了，这个时候还在说我们这个高雄是如何，真的不用再把过去国民党中央执政的时候，那我再提一个，放到我们这个高雄来，民进党中央已经执政非常多年了，好不好？那我再提一个，我认为这个赖瑞荣他胜出，我觉得还有一个象征性跟关键的意义我说对于未来高雄市政来讲，因为他曾经历任就是海洋局的局长，也是首任海洋局局长。我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民进党在高雄的执政，我们这个高雄执政虽然久，但我们的思维是不断的在变换跟挑战。
我们不希望就是说，高雄就只锁在过去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而是跳脱变成是我们是面对海洋的，我们面对更新的经济的模式的。所以我谈这件事情是说，赖瑞荣都有这些的基础，也有这些的优势，所以我们当然很期待未来高雄这一站，这个民进党继续加油。不过这样哈，就是说中央党部委外应该宣布到底委谁。民调一定要宣布，不能讲说我做了，我有他哪个民调机构，那个民调机构怎么样，样本怎么来的，抽样是怎么样的，方法是怎么样，误差多少都要公布的了哈。那另外说这点台北要检讨一下了就高雄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团体去？它都是免费，台北是好贵啊。台北是大巨蛋、小巨蛋，我告诉你，去小巨蛋、大巨蛋表演的团体，真的赚钱没有2-3成，都赔钱了，只是因为他要去不可，收了好贵的钱。高雄因为免费，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台北是要检讨这样，你真的需要收那么贵的钱吗？你目的是赚钱吗？好吧，这个世轩。这个高雄的选举，当然我们看到民调结果是差，好像说换算起来是2通电话，非常非常近，但是。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在高雄或者是我们刚刚讨论到台南也好，其实民进党已经搞得乌烟瘴气。但是我还是讲，绝对不要低估民进党团结起来的这种能力。这个或许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做不到的。他杀得再凶，对外我还是认为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还是会团结。再来就是说，在这一次高雄的初选，让我看到的是没有讨论到高雄的债的问题，或者是说空污的问题，产业转型造成薪资结构上面的问题。这个候选人之间都没有在讨论这些，都在讨论什么？我的血统比较纯正，我才是真正的这个赖清德派系，我才是真正的这个赖系，都在比的都是这些东西。甚至在台南，你也是看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说针对市政问题上面的讨论非常非常的少。那刚刚魏慈讲到的，这个我市政委员这个未来要参选市长的，讲出我的心声。民进党执政多少年了？10年嘞。今天不是说国民党执政中央政府，还是民众党执政中央政府，然后亏欠你高雄市政府，大家记得吗？高雄修一个渔港花掉多少亿啊？70-80亿预算编下去给他们。那时候我记得大家还在讨论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去给一个渔港整修？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其实民进党对于高雄，我相信一点也不薄。而且对高雄是特别的好，所以你现在拿这个东西来当做高雄是负债累累的理由，绝对不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服人的理由。所以我觉得高雄、台南，甚至到刚刚讲到的台中、桃园等等，如果未来都是新潮流的人选，其实对于在野党也没有不好啊，反正就是在野党跟新潮流一次对决不，台北是因为以前台湾是很穷的，真的台湾的税收以前是很少的。那当然台北市是首都嘛，那你不建设，你建设什么呢？当然是建设台北嘛。那在台湾后来慢慢有钱了，其实而且从这个台北市慢慢变成什么北高，变成6都以后呢，其实这个中南部的建设其实是花了不少钱了只是说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便宜了。工程也比较便宜嘛，那你现在越来越贵所以呢人工又不够工又贵所以呢工程的经费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现实，一个事实。刚刚讲到演唱会，我就很有感觉。我前阵子去高雄参加运动活动，这个计程车载我去高铁路上，我就故意问他说：“你们那个高雄演唱会经济到底怎么样？”他跟我讲一句台语，他说：“以前大家讲高雄都讲说来开，吉米亚仔就谈丢我，就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天我们永远知道我可以赚到钱。他说现在不是，现在来演唱会的很多都是北部的年轻人，或者来自全台湾年轻人，不住了，他走了，可能不太住，或者就他住一个晚上。其实针对高雄在地的经济，你说有没有帮助？或许有，可是很多的人他是没有吃到那个红利的东西。来，维杰。就是说，其实刚刚讲到这个民调部分，我觉得赵大哥的一个提出的一个问题，本来就是非常准确。就是说，第一个。今天赖清德如果他已经有属意的人了，那中央党部加入这个民调，我说真的，你确实也要告诉人家说民调公司是哪一家，要不然说的难以服众。而且你像邱意莹又输的这么少，说真的，他心里一定根本觉得说，或许中央党部是委托是德意志民调公司，所以我就输了那一点点了。好，所以说第一个，而且你说这个都是手机。会比较准确，那我觉得就像刚刚赵哥有提到，那现在有很多的方式，用数学方式，用加权的方式，可以克服手机加市化的一个，要不然我说真的，为什么T台的这个民调公司，对，还是要用手机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要人可以服众，尤其台南跟高雄，大家又杀得那么激烈，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弭平自党内的一个声音啊，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公平性、制度就非常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这部分应该可能还是可以做一个调整跟精进的。当然我还是提到，就刚刚提到说。
赖瑞隆说他最熟悉市政，我是觉得有点好笑。如果熟悉市政，为什么美浓大峡谷天恩都是由柯志恩委员来揭露的？那你过去当立委，赖瑞隆在做些什么？没有了，我觉得高雄里面我们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辩论空间，特别在政策论述上面，还有包括财划法，我想在这个人选退定完之后，一定可以一一来去做。那对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一仗因为是跟新潮流对打，那我知道新潮流在过去在高雄里面，大家对于他的一个概念，骁勇善战是没有错了。我只希望我的候选人啊，有新潮流那种骁勇善战，而不是每次都堵在那个什么楼梯口啊，每次要找我吵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是不符合魏慈你所代表新潮流过去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所以大家就是君子之争，我觉得很难的，因为对方所弄的一个手段，以过去他们的经验来说，我想我们必须要直球对决了。那我这个部分未来当然就是会是希望有能够激荡出火花，我也不晓得我候选会不会激荡出火花，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对，因为陈辉文呢就在